这是我带领安和选择了这条路，所以当陆行之顽石阻拦之时，也当由我持剑避开。我们可是为了同一个人。狼牙该入宫了。这一次不会再输。就在今夜，今夜便只我一人，斩鬼灭影破光。宋宇，我为何会在此处啊？那鹤羽药府已经不能住了，日后必定要被死死盯着了，所以只能在婉儿姑娘家暂时躲避一下。这里是涂二爷带我们来的。是百花楼的婉儿姑娘。是的，涂二爷还说婉儿姑娘这里算是天启城最僻静之处，应当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。那便甚好。神医如何了？元墨姑娘，我该还你什么？连月公子，听起来倒真像一对璧人。现在不是说这些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是吗？那什么时候是？明天、后天，还是下辈子？我只问你一次，你心里有没有我？自唐门一别，我时常会想起云墨姑娘。好，那为何从来都不来找我？我一直在追寻大师兄的下落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大师兄成功获救，你会去安和提亲吗？我是唐门弟子，也是天启城的玄武使。我若去安和提亲，老太爷不会同意。王爷那边，我问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我？我问的是唐门吗？是琅琊王府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云墨姑娘，我的本意并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至少我知道了你心中有我，但我也很难过。没想到，在你心里，安和是这样的存在。喜欢我这样一个暗河女子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过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伙伴。你大师兄，我们会帮你救出来。宇哥和小神医的仇，也一定会报。走吧。至于我们，若见长老从一开始就是借我们之手换他自己的道，那我们这么拼死拼活的，又算什么？我们在刚才的对决中损耗不小，原地养精蓄锐也是无可指摘。李醒城中之人，
有人要闯城了，敲鼓。是。何人大胆，敢闯我无双城？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问剑无双，是问我吗？他问的是无双城的剑道。此人不一般，随我去看看。嗯。天下无剑城，哼，遥远而熟悉的名字。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堂堂无双城，连个应战的剑客都没有啊！无双城以后别叫无双城了吧，改名乌龟城吧！我们打个赌吧。公子好赌，赌个什么？赌这个无双城还有多久才会有人出来迎战？好，那我便赌，我骂3句乌龟城，才有人来。乌龟城，乌龟城，乌龟。是我说了啊，还有一个字没喊出来。剑山月呀，果然是你。你能认出我来？虽然你戴着面纱，而且距离你我初次相见已经过去多年，但我依然知道，你就是那个孩子。我们这些与剑相伴多年的人，看人就像看一柄剑。当年我看你，便是能成为一柄好剑的胚子；如今看你，已经成为了那柄剑。清明古剑，无双城论武堂大长老，剑山月。是我。你想问剑无双，不知我的这柄清明古剑，够不够格给你一个答案？我的剑就在这里，可今日无双城遇到的这几位，没有一个值得我拔出这柄剑。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吗？有没有资格，得看长老的剑。好，年轻人，有傲气，和你父亲一样。想要空手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一境，自然是我父亲教我的。当年我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打败你的？袖里藏锋，春风得意。当年你父亲用出来是那般的潇洒恣意，可是你用出来，却感觉满是禁锢。春风何在？怎般得意？剑气闪进来！师傅，打雷了，马上要下雨了，我们回家拿把伞，顺便把被子也收了。拿什么伞？这是剑气。好强的一道剑气！这一道剑气晓恶惊人，到底是谁？该不会是他？不会，他的剑气凛冽阴寒，没有如此嚣张的气度。该不会是
没名的剑吗？管他是谁，只要和雪月城无关表。师傅嘀咕什么呢？走。好一道剑气小惊雷！你想不拔剑胜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老城主，何方来客？天下无剑。天下无剑。他们中还有人活着？来的人自称是无剑城少城主卓越安。那个孩子呀，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。剑长老已前去应战，他让我过来告知你一声。剑山月挡不住那柄剑。还好，不是跟雪月城有关的那几位。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幸得见了。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卓越安呐。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阴天，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会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燕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。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剑山岳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，文武堂大长老之位就该换人了。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这是鹤羽剑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在我年幼之时，
也曾对天下吴建成的威名十分敬仰。只可惜，偌大一个门派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间，确实可惜可叹。今日在此得见吴建成的少主，实乃我辈之幸。阁下为何不能同我到无双城当中小叙一番？你我二人又为何要在此拔剑相向呢？当年无双城被称为天下武艺，此地无双。可我父亲却称，若论剑术，他才是天下无双。二者之间一直没能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今日来此，是完成我父亲当年的一个遗愿。天下谁又不知道，如今的无双城在剑道之上，早就没有资格提这无双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剑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亲正道。虽宋城主，请赐教吧。听此人所言，当年吴建成的父命与无双城脱不了关系，便只能一战。若我胜了，天下吴建成重现，会在江湖上掀起一阵小波澜；若我败了，天下无双城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四城了。不该下来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一天一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吴建成的剑要胜过你无双城。吴建成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吴建成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。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，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雨洛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，如何？好。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
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无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杀人剑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复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至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
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一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，
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遇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了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。无双城城主，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。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留？当年共遇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剑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，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
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出。没想到那家伙还真的问剑无双了。人家问剑无双，扬名天下，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卓越安，卓越安，没听过。卓越安就是苏沐雨，他本是天下无剑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为突遭变故，他长大后定是有机会拜入学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，你这是要去看热闹？以现在的身份进入无双城，如果被人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那你兴奋什么？因为这个热闹是有人撺掇出来的，他想借苏沐雨的剑引起无双城之乱。之剑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
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铁眉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铁眉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幻术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术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校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
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明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七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宁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？
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 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 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，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，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 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啊，师傅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 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哼。 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 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 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，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成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边等啊。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
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陪你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叔，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，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吗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，
愿意为你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。你跟他的情分，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图安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